各位早安，我是陈医师。那么最近在社群媒体呢疯传一段影片那大家会看到说，这位仁兄呢身上有很多一块一块的东西，那很多人就在问说呢，这个一颗一颗的东西呢到底是什么样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他手上肢体上面呢有很多像这个手肘啊手部啦。这边都有一块一块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医生在看的话，大概都会很清楚。这个东西其实叫做痛风石。我们讲说尿酸的结晶的一个沉积，那么在很多的关节的地方呢，包括像上肢啦、手腕啦、手指啦，还有在像脚踝。还有像在脚趾头等等，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像这种一颗一颗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典型的痛风石的发生。那不过严格讲起来，它摸起来就是像一颗软组织的东西，那这个摸起来其实就是它不一定摸起来，痛风石本身摸起来它不一定很痛，但是呢，如果长在关节的地方，对关节的沉积破坏，在急性期的话呢，是会非常非常疼痛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话，其实就反正就明白一下，这个其实就是痛风石啦那我想这位仁兄可能是喝得比较忙一点那急于展示自己身上的，好吧，有一点肌肉啦。那痛风石呢，长的地方就是在人体的常见关节的地方，就大概在这里这个让大家可以稍微有看过，大概知道就可以了。那不过呢，痛风这个东西的痛风石的来源到底是怎么来的？这边简单地跟大家说明一下。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身体的细胞呢，在正常代谢的时候，细胞它也会凋亡，也会死亡。那所以我们身体的细胞在死亡的时候，细胞里面的成分。它被破坏、被分解之后呢，里面会有一些 DNA 成分，有一些 RNA 的成分，它其实就是人体我们这个叫嘌呤的一个成分在。那另外一个来源呢，就是我们直接吃进来的。那不过要记得我们人吃进来的这些嘌呤的对身体的一个尿酸的贡献呢，这个。吃进来的以及身体所代谢的，它其实它的比例呢是20%跟80%所以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来源是哪里，就是身体有这些嘌呤的东西呢，就是身体呢会怎么去把它转化，怎么去把它代谢掉它首先会变成 hypoxanthine 这个东西经由另外一个酵素叫做 xanthine oxidase， 再还会变成 xanthine 经过氧化之后变 hypoxanthine 变成 xanthine。这个东西呢，在经过一次的 xanthine oxidase， 它就会变成所谓的尿酸了那尿酸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我们后面也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身体呢在转化这些东西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人体的肠胃道接受到这些我们讲说富含嘌呤的一个成分之后呢，接下来身体吸收了之后，我们身体就需要去处理它。那当然来源很多啦，一般嘌呤这个东西就是来自 DNA、RNA， 所以通常就是来自于什么细胞的成分。那当然细胞你不管说你今天吃肉类啦，羊肉啊、牛肉啊、猪肉啊，吃海鲜啊，吃什么东西，动物的内脏等等，那当然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些的嘌呤的成分。那主要问题就在于说，身体制造了这些尿酸之后，这些结晶身体要怎么去把它排除掉？身体如果排不掉呢，就会形成所谓的那个痛风的一个急性发作。那在脚的这个大拇指的地方是痛风发作里面最常见的地方。那一般来讲，急性发作的时候，很多病患都会抱怨说，痛到真的没有办法走，甚至有时候要送急诊。打急性的一个止痛药。那这边陈医师也给大家科普一下，以前痛风急性的发作的时候，在早期的医疗里面都是给所谓的秋水仙素colchicine 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听过秋水仙素，它是一个很好的消炎止痛药，但是对肠胃道的副作用呢也比较大一点点。可是陈医师这边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现在的新的观念呢，第一线的使用的药物呢不是秋水仙素，很多人还是习惯使用秋水仙素，但是第一线的药物现在是改成 NSAID 就是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当然这边有个前提啦，就是说你不能够有肾脏功能不全不能有消化性溃疡等等，就是属于一般 NSAID 所禁用的部分。那当然如果你符合这些使用的禁忌，那当然就不适合使用。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使用禁忌的话，第一线的
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才是应该摆在第一线的治疗的。然后那当然使用类固醇也可以啦齁。那这个是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目前治疗的一个趋势。那我们既然知道说身体呢有这些因为细胞的代谢物或者说食物的来源之后，导致我们的身体的尿酸指数呢会上升。很多人接下来就会问说，那食物呢怎么去做一些适当的选择？那严格讲起来，因为我们每天会吃的食物的种类其实相当繁多啦。那到底哪一种的种类在医学上面认为说可能会有一些帮助的？不同的研究会有不同的讲法，但是陈医师这边可以跟大家简单的稍微讲一下，就是说一般的肉类呢，一般公认是认为红肉类呢尽量不要吃太多，可以吃，不是说不能吃，但是呢不要吃太多。那如果说今天是比较干净的，比如说像鸡肉吃得多跟红肉比起来，似乎是会比较好一点点。那再来就是说很重要要强调的是动物内脏。动物内脏里面它含的嘌呤的成分呢量是特别的高的，所以如果你的身体呢对这些的痛风本身就是已经很敏感的，尿酸容易高，容易痛风发作，动物内脏就要吃少一点，酒精也会恶化。可是我们如果是像咖啡、维他命 C 这些呢，对于痛风的发作看起来似乎是有减缓的一个效果在。那另外一点就是身体呢，大家知道。东西在一个溶液里面，好讲的溶液就是血液里面，它要出现结晶，通常的情况下跟浓度呢一定是有关系的。所以身体呢大量的喝水，喝足够的水分是有助于减少这个痛风的发作。那足够的水分也有助于我们身体的尿液呢把尿酸给它做适当的一个排除。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其他像有些研究里面说吃樱桃呢，肯定也有助于降低痛风的发作。这些研究也很多，但是陈医师还是要强调的事情就是说，抓住大原则，那放掉这些比较枝微末节的东西。那大原则就是说，在肉类的摄取上面，多选择不同种类的肉类摄取，不要都天天都是大鱼大肉在吃了齁。不同的东西，食物种类稍微换一下。再来就是说，酒精呢要少碰，不要喝太多的酒，酒精会让痛风发作的几率会上升的。那再来就是说，身体的适度的一个水合，就是不要让身体处于脱水状态，这个也很重要的。再过来就是说，因为从嘌呤变成尿酸，它有一个过渡的一个就是不同的阶段。前面有讲说 hypoxanthine oxidase、xanthine oxidase， 身体的这些机制呢，每个人的状况可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先天他的身体的条件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把那个嘌呤就是适当的代谢成尿酸，有些人是制造成尿酸之后呢，身体排不掉。不管什么原因在身体的定期的抽血检查里面，如果尿酸就是很容易都偏高的人，那也需要特别的注意。OK， 这边稍微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讲说高尿酸血症这件事情它不是单纯的就是尿酸高，说痛风不发作呢就算了。尿酸指数在身体太高，它会有很多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像它会导致肾功能不良，容易导致高血压、心房颤动、中风。冠心病就心脏的冠状动脉疾病，还有包括像我们的身体的不正常的心肌肥大、心肌梗塞、心衰竭，还有代谢的疾病，还有糖尿病。大家要知道，高尿酸血症呢，其实对身体的影响是很全面的，它会导致很多不良的这些疾病的发生，还有并发症。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有痛风史的发生，这个大家要记得，高尿酸血症是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的痛风史身体上面常常会发生痛风史的病患，在10年内的死亡率跟一般族群比起来呢，至少是2倍以上。所以大家要知道，它不是说反正有痛风就有痛风，觉得无关紧要，它的死亡率的提升也是很显著的。这个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要关注一下高尿酸血症以及痛风史的发生，还有身体疾病的一个影响。那我想这个是在生活模式上面的一个调整，那也让大家知道说，最近在社群媒体上面所看到这个影片，它这些身体的一颗一颗的凸起呢，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个就是痛风啦，痛风史的发生，好吧？今天就先简单跟大家稍微讲一下那对，还有另外要提醒一点，适度的减重也有帮助。当然大家知道，并不是减重了之后身体的尿酸就不见，因为你在减重的过程，你会去调整去节制这些饮食，好吧？那今天就简单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拜拜。